这边这2台机器啊，一台能开起来，一台就开不起来，为啥呀？不知道啊。我这还问为啥？人家要知道为啥还找我干啥？这个师傅说这个电机转着转着自己就停了，就他自己停，前后这些电机都转，所以很奇怪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看一眼，也没东西啊，就这些东西啊，就这么几个计时器。像这种怎么查呀？能开一下我看一下吧？可以，你现在是它怎么停的？我得看一下。这现在就是它转了。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测量电压，3项电压，两之间的电压还可以，电压正常。就是想看一下在什么情况下电机会停止。现在电机运行正常，没有出现故障。能听到接触器的铁芯吸合嗡嗡的声音。我这2个表笔是测的控制线路的电压，很正常。这么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一切转的都很正常，电压也正常。它这个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出现故障，这个得在这等，我不想等，所以我想走。但是人老板说如果现在走分文没有，就从他老板说这个话，我觉得我今天必须给他找出原因。再说没找到原因，我也不甘心。您说同一个电源，为什么这个电机它转着转着会停，而这一个电机它就不停，转得很正常？那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吗？我心里一遍遍默念，为了维修费，再次打开控制柜，拿出我的指针表，继续来把故障找。测控制线路的电压，现在就是等，那种着急的心态，就像当年谈恋爱等女朋友一样，就是希望她下一秒赶紧出现。哎呦，震动很厉害啊！有，哎，断了，这一断了，自己断了，这一啪一就断了。对。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原因了，在电压不正常的时候，这边这个机器在工作。焊接。它这个焊网是个电焊机，这个东西在瞬间的电流很大，它直接会造成电压波动。这个没事，它就它有问题，而且就那一个电机有问题。瞅一眼，瞅一下，可以看一下接触器的线圈电压。这些接触器旁边这些小接触器的电压是220伏的，线圈电压220伏，能看到。而控制大电机这个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380伏的，它不一样。而我测量的这2项的电压就是线圈的电压，它的波动幅度很大。而我测量其他2项的电压波动很小，所以我把线圈的电压调到了其他2项。因为它这个焊机工作的时候，这3项的电流不一样，2项电流大，1项电流小，所以我把线圈的电压调到了受影响比较小的这2项，这样电机就运行正常了，也没有了刚才嗡嗡的声音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
我这一来看把员工高兴的，全场停电，漆黑一片。他们说开这台设备的时候，厂里的总闸跳了，总闸是漏电保护器，那就是有漏电的地方呗。拉下电闸，断开零线，直接测漏电，直接测这些电闸下面的线路对设备外壳，看看能不能测出有漏电的地方。我得赶紧给他修，工人着急生产。我也不清楚他设备哪里漏电啊，这一路100到头，就喜欢这种现象。这样就可以顺着这个线往下找，看他接的什么电路。其他电闸接着往下测，看还有没有漏电的地方。这个针没动，这一路线也没动，只有这一路线，那就顺藤摸瓜往下找，看线号 C2， 就找这个绿色的 C2。我第一感觉是加热电路啊，凭感觉和加热电路有关系。固态继电器，找 C2 这个线号，绿色的没有，这上面没有。再往下边这个接线排找 C2 在这儿， C2 出来以后接触 H2 是个蓝线，那顺着蓝线往上找，一拽发现这个线往设备外边走了。看一下，线从这出来了，顺着线槽，这有接线排 H2 在这儿，那 H2 下边接的加热管啊，这是高温线加热管的线呀。去看一下那头的加热管，这边接了4个加热管，看一下是哪一个在漏电。测一下其他的加热管，与设备的外壳100到头，怎么测的其他的加热管也在漏电呢？看这一组加热管也是100到头，它这个加热管是380伏的加热管，2根线380伏，它们之间有联系，所以测这种加热管电路得把这个电线拆下来，单测每一路加热管，这一路100到头，很明显就是漏电很严重。其他的加热管都没问题，那一路加热管不接，现在测所有的电路都正常，不漏电。找到了这个加热管漏电，从外观看这一块有击穿的痕迹，有电机烧糊的痕迹。看一下好的加热管，不一样，这个好。下面就换一个加热管，这就是这个加热管，拆掉固定螺丝，取出加热管，装上新加热管，接完所有的线，通电试车，一切正常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小活很简单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他这个设备按停止按钮都停不了，以为是按钮不好，他们换了一个新的，结果又把线接错了，还是不好。他们说一开始是停不了，现在是一送上电，设备就嗡嗡的响。我把线重新给它接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不好。老板急了，老板还是认为机停开关的线没接好。我说不是机停开关的问题，就是一开始停不了，你们才修的。对，不是开关的问题。很明显的焦离接触器有问题，我把这个接触器打开看一下，两边的螺丝一拆，把盖拿下来，太明显了。交流接触器的触点粘合在了一起，导致一送电缺相，嗡嗡的转不起来。触点粘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是电机不好吗？还是说交流接触器本身有问题？那就先测一下电机好不好，直接测3项电机的线缺电阻，从这个地方测，万表达到乘1档，2个表笔短接先调0，调完0以后直接测量输出这3个线之间的电阻，两之间应该是一样的。这么看电机线缺没问题，电机没烧。如果测的3项线缺电阻相差很大，那么这个线缺是有问题的。现在看没问题，触点粘在一起分不开，我个人认为是电流过大导致的。电流大的原因要么是缺相，要么是过载。
那个接触器带的就是这个电机，是不是电机转不动呢？导致电流过大。但是我用螺丝刀拨这个叶轮，电机轻松能转动。另外还有，看一下是电压缺项吗？缺项也会造成电流过大。测量3项电压两两之间，输入是正常的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机卡顿导致的电流过大，触点粘合，但是现在看不出来，所以也只能买了一个新的交流接触器给它换上。线圈电压是110伏的，等换上新的交流接触器，再看一下电机运行正不正常。接触器换完之后，直接合闸送电。开一下。像这些故障，有的时候感觉莫名其妙，其实都是有原因的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